分享最近小 K 在用的3款液体肥啊，每款的制作呢都非常简单，材料家里都会有。制作并且使用液体肥呢有2个好处啊。第一呢，可以把液体肥当作叶面肥，作为一个营养的补充。我们知道植株的根部和叶片呢都可以吸收养分，那叶面肥呢，它在养分吸收以及运转呢是比根部还要快的。第二呢，小 K 家里今年有很多铺了地膜的菜床，加液体肥呢是最为方便的。第一个自己制作的液体肥呢，就是用堆肥土来做的堆肥茶。堆肥土在许多城市政府都会免费或者是以低价供给给市民来提取，大家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市政府的信息。那小 K 拿到的堆肥土呢是免费的，堆肥土的氮磷钾成分呢会在1:4对 0.3 对 0.4， 那我们所制作出来的堆肥土茶呢，它也会是这个营养成分的。制作这个堆肥土茶呢非常简单，只需要把堆肥土1份对2份的水，把它浸泡搅拌，然后盖上盖子24到36个小时之后把它过滤，然后再把它稀释用在菜地当中。小 K 通常会以1份的堆肥茶，然后再加10份的水浇在我们植株的旁边。这个堆肥土茶呢，它的氮的成分是非常高的。小 K 认为制作液体肥并且使用在我们的菜地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在艾蒙顿极其干燥的一个地区夏天是非常炎热，土壤非常干，我们加上去的固体肥或者是固体的堆肥土，通常是需要通过浇水这个动作来激活，使得我们的根部可以吸收当中的养分。那为什么我们不在另外一个地方把激活的动作做起来，然后直接稀释好以后浇到土壤当中，让我们植株的根部快速的去吸收这个养分呢？被激活的这些液体肥料直接到土壤当中的时候，它能够吸引来那些有机活体，像蚯蚓来为我们做工。同时呢，它也会供给给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的环境，最终它们也是会来帮助我们分解堆肥土，使得我们的根部有更多的养分可以去吸收。再者，我们用来做液体肥料水的这些材料是家里用剩下的不用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废物利用呢？更不用说这个材料本身的营养价值就非常的丰富。像第2个我要分享的就是杂草茶，就是我们草坪当中的碎草。每次剪完以后呢，把它放在桶当中，我们就用1份草对1份水，把它搅拌好密封好，放在太阳底下大约3天到2周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那这个草的养分呢，要看我们剪下来的碎草里面有什么。氮磷钾的比例呢，会是氮和钾比较高草坪上面通常有各式各样的杂草，像我们所熟知的蒲公英它的维他命 A、C 就非常高，还有钙还有钾的含量也非常高。通常小 K 也是1:10的分量来使用第3个要分享的免费液体肥茶呢，就是香蕉皮水。香蕉皮在夏天的时候量很大，因为我们常常用来打果汁那我们只需要呢把它稍微清洗一下，把贴纸给撕掉，可以剪碎，放在容器当中，1份的香蕉皮1份的水来做浸泡的动作。整个浸泡过程呢，有的人说1天，有的人说7天那小 K 呢通常放3到4天。使用的时候也是1份的香蕉皮水对10份的水浇在我们土壤当中。香蕉皮水氮磷钾的比例呢，大概会是钾的成分会比较高同时呢，香蕉皮也富含钾、钙、镁、钠等营养成分，还有很多微量元素在当中。这些所有的营养素呢，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植株快速生长的。在使用自己制作的液体肥呢，小 K 通常呢有几个原则。一般呢，这一些自制的液体肥我会做一个辅助的作用，不会用它们来代替我在市面上买回来这一些标注好氮磷钾成分的肥料。其次呢，在使用这些自制的液体肥呢，我通常会是2周才会用1次就不会过度的去使用。在使用这些自制的液体肥之前呢，我都会正常浇水，然后再在上面加上这些液体肥，这样子呢，我发现会更好的让土壤来吸收。一般土壤干燥的情况下，浇水水分很多时候都会流到菜床的边或者外面去，所以我通常会先浇水，浇完水之后土壤是湿润的，再把自制的液体肥料加上去，可以保证我这个液体肥料是100%的流到土壤当中的。
大家可以根据每一个植株它的生长情况来加以上自己做的这种液体肥。若是氮的含量比较高啊，它就可以帮助叶片的生长，来促进光合作用。像磷呢，它就可以帮助植株的根部往下扎根，同时呢也促进花苞的生成。钾呢，它就是一个整体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植株更加的健康。当我们制作并且使用完以上那些液体肥料水呢，它的固体还在，像香蕉皮还在啊，草屑还在，堆肥土的土还在。那这个时候小 K 呢会把它放在堆肥桶当中，可以加速堆肥的动作。反正他们从头到尾在小 K 的眼中都是有用处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哦，拜拜。